嗨，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那我们今天呢，组合比较不一样哦。除了有工厂医生以外呢，还有工厂诚实说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易瑞科技到底有哪些服务项目。那再来就请我们的小编来跟我们提问，我们做一个互动性的回答。好，那首先还是先请你们自我介绍你们的专业背景好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先请前辈先来哦，那我后面再来介绍我自己。好的，大家好，我是工厂医生黄如玉。我在产业经验里面，夯不啷当40年了。40年是因为从很小就在工厂打工，所以一直到现在。然后我这一生就热爱工厂，所以就是在工厂里面打滚了蛮久的，历经了产销、人发财啊、资讯、内技内控都做完了，一直到在老板的旁边，用老板的眼光跟角度在看事情。所以对于工厂的一些各样包含经营的面向都有一点策略跟了解。那我们让工厂诚实说，阿成。好，大家好，我是阿成。那其实我过去的经历呢，主要是在农业服务。我本身大学是修农企业管理的这个主修，那后来也曾经在农业里面服务一段时间，在当时候主要是负责生产管理的部分。那在因缘际会之下呢，接触到了工厂的里面的管理议题，那也是从生产管理里面去切入。那我从以前去学习到一些流程拆解的手法，然后运用到工厂端。那除了生产管理的部分以外呢，我个人对于一些电脑硬体啊、网络或者是软体开发呢，都有一些涉猎。那这边我总共服务的年资呢，大概是7年左右。好，那接下来的话，想问说，有那么多种跟传产制造业相关的服务啊，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要做数位转型的顾问呢？这个就有趣了。其实我本身也是 ERP 的顾问，然后我自己也是 ISO 的顾问。那刚刚我讲说我在产业已经40年了嘛，所以我当生管当了17年。所以在1990几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我们都还在用 paper 在做事情。像如果我要把资料回到 ERP 的话，就是说订单、采购单在 ERP 都容易开出来，可是到了工厂里面，生产的节奏上是比较不容易收集到资讯的。然后在个因缘际会的状态之下，我在辅导一个客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很浪费那个人时。那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是学电子科，就那时候就在突发奇想，就觉得说我好像应该可以试试看，把机器里面的资讯接过来之后到 ERP 里面去。这样如果我是可以成功的话，那我是不需要写那些日报表，而且我的资讯是可以立即很快的上传到我们的 ERP 里面去。那时候很早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在谈什么 IoT 4.0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做这些的程序。那这个名词就是因为后来才被提出来，所以感觉上好像是我在 follow 的这条在走，其实没有，是我在做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名词出现。好，那我这边呢，我为什么会想要做数位转型这个契机，主要是因为我在也差不多高中的时候，那我在利用暑假的时间出来外面打工。比较特殊的是，我其实选择呢不是往服务业的地方走，而是我到工厂端。那我学习到一些仓库管理理货的一些技巧，然后后来在大学也一样到工厂去做工读的部分。那也在里面学习到一些一般作业人员他们会做的一些产线的作业。那当时候也是觉得说，感觉应该有机会去改变这种传统收集数据的方式。因为我过去在高中的时候也曾经参加我们学校的机械的社团活动。那我们在里面呢，会去自己用乐高去做一些机构一些可以控制的机构。然后也会自己做一些运动程式的开发，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写程式去控制机器人去完成指令的动作。那因为这样子的经历呢，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制造现场的人员的动作跟我们的软体系统程式去互相结合，产生不错的人机互动，那这样子在加速资讯收集的部分呢，就可以提升很大的效果。那接下来的话，想问说，易瑞科技呀、跟工厂医生的关系到底是你们会怎么定义呢？好，
那首先来讲一下易瑞科技。那易瑞科技呢，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创立的公司。那工厂医生呢，是由我们的黄总在2017年一开始是教企业教练，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会帮很多的企业工厂企业去做一些经营管理上面的辅导。那慢慢的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角色，它好像较着重在工厂里面。那于是呢，我们就从企业改成了工厂，那也从教练呢改成了医生。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很多工厂营运上面的疑难杂症、大大小小的问题，大家很喜欢就是来跟我们求一些解答。那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像在帮客户的公司去做把脉、做诊疗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品牌叫做工厂医生，那就是专门服务我们中小型传产的工厂，去帮他们解决在经营管理上面的疑难杂症。对，所以易瑞科技是公司名称，工厂医生呢是品牌名称。对，为什么叫医生？就是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心肝脾胃肾，企业有产销人发财。身体有五感，企业里面有五管。这个我就觉得很像。然后在中医里面的一个对于问题的排解，望闻听切，这个就觉得很像是我在跟企业辅导的时候，我也是要问他你们的痛点，然后倾听他的需求，然后到现场去看他们整个到底是不是讲的是不是跟他现场是不是一致的。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在做一个诊断跟把脉的一个过程。那另外听完的这些都要给药方给解方，解决他们的痛点。就像患者去看医生说我头痛我肚子痛，最后我也是要开药给他吃。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合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一年刚好有个展览，我就用了那个工厂医生这个品牌打出来，觉得好多人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就开始会问我们这相关的议题。那在解释的过程上，让客户或者是提问的人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工厂医生这个品牌。原来如此。那接下来再想问的是，你们第一次就是都会先去企业那边评估要做什么改善的项目，那时候就会开始计费了嘛？不然你们特地出去一趟都需要耗费人力跟时间呢。那这个部分呢，我来说明一下。过去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比较像是业务，那通常呢，业务去做一些业务拜访以及一些业务行为，一般大家的认知上是不会有相关的费用产生。但是因为我们行业性质特殊的关系，通常我们去客户端拜访的时候，感觉上像是业务行为，可是事实上呢，已经有一些跟顾问辅导相关的内容存在。所以我们在今年开始呢，我们调整了一些我们服务的方式跟流程。所以第一次拜访的时候，通常会算是业务行为，跟我们的客户进行那个第一次的认识了解。对，那后续呢，我们就会跟他做一个诊断辅导的部分。那这个诊断辅导的部分呢，我要来特别说明一下，就是因为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今天去医院找医生看诊，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基本的费用？那其实这个就是看诊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当我们假设你确诊了某一个病症，然后需要有后续的医疗行为，那就会有更多的一个费用产生。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服务费用呢拆成两块，一个是看诊的费用，叫做诊断辅导，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有比较大型的医疗行为，就是我们的顾问辅导专案。那这两个部分呢的收费方式呢也会不太一样，就依照我们到案场的实际的规模大小以及他们要处理的范围多寡去决定我们的收费方式。对，拜科技所示现在也因为也可以不需要就是直接到客户现场端，所以如果是有一些业主有需求，短暂时间我们也提供线上的一些简单的咨询服务了。那这个就是因为线上的话，大家不用耗费很多的那个人力物力的话，这个就可以，我们会提供你1个小时免费的一个健康检查的一个概况，就是聊一下你的痛点需求，简单告诉你应该去往什么方向去进行。好，那再来想问的是你们接过的企业委托案子遇过最短跟最长的经验是？这个我们让我们经验最资深的人来回答。其实刚刚就像刚刚工厂陈师说他说的一样，就是基本上是要看案子的大小，应该是说
他要处理的问题啦。如果只是一般小感冒，可能3-5天嘛，类似。但是如果他今天是确诊的时候，他可能要比较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之类的。还有更严重的是需要进行去诊断、开刀治疗的，然后可能还要进加护病房列了这些。所以最短的，如果说他签约完成到他开始上线，在已经有的套件的状态之下，那个是指有系统导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上线的速度都很快，当天就可以上线。但是前期的规划跟辅导，就是要看企业的体质。那长一点的，像我们现在就蛮多客户跟我们签的是长年约，就是一年的合约，然后帮他好好的每一个部门的一个检查，然后到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的一个检视，把他每个人的 SOP 定出来，那就是年度合约。所以就看跟客户他的需求了，我们没有说一定要签年度的或者是如何，就看企业他的状态。而且可能第一次刚开始认识，他们可能会来说，那我们就先签1天6个小时来了解看看，然后我到底有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们再决定是不是再更深入的做一些其他的治疗。那之前有看过你们分享过一个合作顾客啊，他们有分享一个自动仓储的系统影片，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个处理多久？可以谈谈详情吗？这个案子从签约到完成是2年的时间。这2年其实不是系统要写2年，而是因为刚刚你有讲到那是自动仓储嘛，从签约开始，自动仓储要买料，而且我们的料用是日本的材料的钢材，然后德国的自走车，这个的费用比较高，然后它又是从国外进来，再加上刚好是疫情期间，然后又加上那个巴拿马那边帆船事件，所以物料进不来，就在等，一直在等，不然其实本来推估是1年的时间就可以。含自动仓储跟我的系统建制一口气就完成，但你看又加上这样我刚讲这些时间，顶多也就是2年就全部建完，因为那个案子是非常的庞大，它是从那个物料进来之后的这个收料啦、检验到渡仓，以及还有 APS 跟 MES 跟产线自动的互换，然后提货等等相关很大的一个专案，但是它前提就是。因为这个客户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他是从2台的一个小小的爆工机器冲压开始往前走，到最后的整场的完整的规划。确实，有时候因为外在环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当我们有一些大型设备是从海外进来的时候，然后刚好又遇到疫情的影响，然后有些是塞港，然后有些是可能那个海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都有可能会造成专案时间它会再延长。但是，即便我们遇到了这么多不利的因素，但还是有办法在2年内将一个这样大型的专案给把它完成。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地方。不管今天客户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时间有多么紧迫，我们总是可以去协调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满意的解决方案。那除了这样子的大型专案以外呢，其实小型的专案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协助帮忙的。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能做这么大型专案的，一定是很大件的工厂，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像这个客户来讲呢，他大概工厂的员工呢，大概就100出头个，所以也不算是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大型企业因为依照目前台湾在法规上面我们所定义的中小企业大约是200人以下，或者是资本额1亿以下，那在这2个条件上，这间公司他们都是符合的。所以只要你是中小型的传产工厂，那不管你在软体系统上面需要有一些智慧制造的规划，还是说在设备上面呢需要有一些智慧机械的元素去帮你们做生产管理上面的改善，都可以找我们工厂医生来去帮你做现场评估那我们谢谢工厂医生、工厂陈师说，还有怡瑞科技，谢谢，下次见，拜拜。